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神仙选角，程毅徐璐演兄妹，网友导演是天才，未播先火。长安24季这对兄妹选角被夸上天，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，最近的影视圈好像突然流行起一种玄学选角天才学。最近刚被《狙击蝴蝶》里陈妍希和周柯宇的姐弟恋居中心脏，今天又被另一对组合刷了屏。这次的主角是程毅和徐璐，关键词是兄妹，而且网友的评论清一色是让程毅和徐璐演兄妹的人就是天才。好家伙，现在夸导演都得用天才起步了吗？到底这对兄妹有什么魔力？能让观众还没看正片就先集体认亲了？这俩人站一起，不用说话就像一家人。要说这事，还得从一张剧照说起，就是那张程毅饰演谢怀安，抱着奄奄一息的徐璐饰演白婉，哭得撕心裂肺的图。就那么一眼，很多网友的雷达就响了，这俩人的气质怎么那么像？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精准形容的像，不是五官复制粘贴，而是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同频的破碎感。程毅的破碎感大家比较熟悉了，那双眼睛总是好像含着一点欲说还休的忧郁，眉头微蹙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全世界都欠他一个拥抱，脆弱又隐忍。而徐璐，她的气质挺奇妙，一方面是军艺出身带来的那种挺拔和清冷，站姿坐姿都自带一股劲儿；另一方面，她笑起来又有种被保护得很好的娇憨和灵气。这两种特质碰撞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矛盾感坚韧的易碎品。所以当这两个自带易碎标签的人站在一起，那种感觉就对了，不需要字幕解释，观众自动脑补，这俩肯定是一家的，命运多舛那种。杀我别用兄妹刀，这剧情是懂怎么让人破防的。当然，光有像还不够，关键还得看剧情怎么虐。从目前透露的片段来看，《长安24季》里的这对兄妹，走的是我拼命守护你，却还是失去了你的极致虐心路线。哥哥谢怀安身负重任，或有难言之隐。明明找到了失散的妹妹白婉，却为了保护她，只能忍着心痛，假装陌生人，躲在不远处默默守护。而妹妹凭着血缘的直觉和零星的记忆碎片，一次次小心翼翼的试探，眼巴巴地望着那个熟悉的背影。这种我就在你面前，却不敢相认的极致拉扯，简直是情感暴击的经典配方。观众们一边捂着胸口喊太虐了，一边眼睛又舍不得从屏幕上挪开，直到悲剧发生，妹妹最终没能逃过仇家的毒手。那个克制了许久的哥哥，心理防线彻底崩溃，抱着妹妹的尸体从屋夜道嚎啕大哭。程毅那段哭戏，手指颤抖，声音嘶哑，被网友称为眼泪开关摧毁者，直接看哭了无数屏幕前的局外人。网友们纷纷感慨，现在偶像剧撒的狗血我不吃了，但这种扎实的兄妹情，真的能让我哭瞎。导演是懂刀的，刀刀都往亲情线上砍。选角导演，请收下我的膝盖。正因为这种强烈的共鸣，网友才把最大的功劳给了选角导演。大家开玩笑说，这位导演上辈子可能是个拼图大师，专门在娱乐圈里寻找这些气质碎片能完美契合的演员。他精准地捕捉到了程毅和徐璐身上那种清冷与柔韧交织的特质，甚至发现两人在骨相和仪态上都有微妙的相似之处，比如都有种清瘦的轮廓感和挺拔的身姿。这种选角被戏称为老天爷喂饭，导演接住了的典范，不是硬凑流量，而是真正从角色灵魂出发，找到了最贴脸的演员。甚至有网友脑补了选角现场，导演看着程毅和徐璐的资料，一拍大腿，就他俩了。这破碎感
演兄妹不是天选是什么？未播先火，观众已准备好纸巾鼓。这场由一张剧照、一段片花引发的天才选角狂欢，直接让《长安24季》未播先火。网友们的期待值已经被拉满。本来冲着悬疑谋战去的，现在最想看兄妹线。我的纸巾储备已经就位，就等开播了，赶紧播吧！我已经准备好为绝美兄妹情哭泣了。看来，在爱情剧满天飞的当下，一段真挚动人、演技在线的亲情故事，反而像一股清流，更能击中观众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大家渴望的，或许就是这种更纯粹、更厚重的情感羁绊。所以，当《长安24季》在12月12日于优酷和央视8套开播时，这对天才选角下的悲情兄妹，大概率会成为新一轮的眼泪收割机。到时候，恐怕热搜上飘着的，除了剧情，就是程毅徐璐兄妹情好哭了。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从轮椅到打封闭拍戏，程毅的腰伤严重到站不起，这工伤是拿命换的角色吗？当同行在红毯争奇斗艳时，他却在片场被担架抬走；当别人用替身享受轻松拍摄时，他却在威亚上一次次挑战身体极限。程毅的腰早已不是他个人的身体部位，而是成为了内娱敬业精神的试金石。2023年6月7日，一则消息震惊娱乐圈：程毅在拍戏时腰伤复发，被紧急送医。诊断结果令人揪心，腰部扭伤加腰椎间盘突出。现场目击者描述，他趴在病床上不能动弹，被几个壮汉从一辆商务车上给抬到病床上的。而这只是他多年从业生涯中数次腰伤中的一次。伤情来龙，救急心痛交织。程毅的腰伤并非一朝一夕形成，早在2023年拍摄《英雄志》时，他就曾因腰伤复发被送往医院。当时他穿着重达40多斤的铠甲，在2名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登上城墙拍戏。这种拼命三郎的作风，让他很快又被送进了医院。诊断书上的腰部扭伤及腰椎间盘突出成了他的职业病。事实上，这早已不是他第一次因腰伤成为话题。在《赴山海》的拍摄过程中，他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：横店40度的高温，一天拍摄19个小时的超负荷工作，甚至连威亚都曾出现问题，使他从高空直接砸向地面。敬业态度，伤痛中的坚持。令人敬佩的是，程毅的敬业精神并未因伤病而打折。在《赴山海》拍摄期间，即使身体已达极限，他依然坚持亲自上阵。2025年拍摄《两京15日》时，他被拍到在水里拍了一天，腰不舒服，却依然向粉丝挥手致意。为了镜头完美，他反复下水，展现了极高的专业素养。这种敬业态度也体现在他对作品的执着上。他曾表示，这江湖因义而聚，并承诺会努力拍更好的作品给观众看，观众就是我的老师。行业反思，光鲜背后的代价。程毅的腰伤折射出整个影视行业的现状。在光鲜亮丽的镜头背后，是演员们不为人知的付出与牺牲。有业内人士透露，古装剧拍摄本身就比现代戏强度大得多，不仅戏服沉重，打戏场面更是对身体的极大考验。而程毅拍摄的又多为古装剧，这无疑加重了他的腰伤负担。更值得思考的是，当程毅累到在电影院睡着，累到手都在抖却仍坚持跑宣传时，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对演员的要求与期待？程毅用他的行动诠释了戏比天大的专业精神。当他在片场一次次挑战身体极限，当他在伤痛中依然坚持完美表演，他所展现的已不仅是演技，更是对艺术的敬畏与尊重。这江湖，与其多一位出世的隐者，倒不如多一位入世的勇者。而程毅正是这样一位带着满身伤痕，却依然勇闯江湖的入世者。